嗨，我是老井。老井的厨房故事。虽然我之前的视频有交代过，但是还是有很多人在评论区问我和星星我们两个人型号的问题。在我们一起相处的这十几年炒菜经历中，我一直是作为颠勺主厨这个角色。但是12年前，我也曾经让星星当了一次主厨，并且悔恨终生。众所周知，我的原产地在山西，那是一个传统而保守的地方。我又出生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所以我自然而然的就生成了一个传统而保守的男童。我在正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，无论是生理还是心理上都不能接受自己当零。因为我本身很排斥这件事情，所以就会延伸出另外一种价值观，就是我觉得做零是一种巨大的牺牲。所以每次炒菜的时候我都会非常小心，并且在事后会产生一种非常微妙的愧疚感。那是我跟星星在一起的第2个暑假，彼时我们还是非常辛苦的异地恋。当时我在校外租了一间房子做 cosplay 道具的工作室，因为暑假的时候还有几个单子没有做完，所以就是星星先到我这边来跟我住一段时间。这个时候已经放暑假了，跟我合租的那个直男室友峰哥他也已经回家了，所以这个整个屋子只有我和星星两个人在独处。因为又是夏天，我们两个也不是那么的爱穿衣服。那么为了庆祝这种来之不易的独处时光，那我们炒个菜的话是不是就合情合理？正当我们开始开火热锅的这个过程中，星星突然跟我说这次他想当主厨来颠勺。说实话我打心底里是不愿意的，但是我如果不答应的话会不会显得太自私了？想想热恋期的话为对方牺牲一点那也是应该的嘛。所以我就答应了他的要求，跟颠勺过锅炒裂了。那么理所当然这次炒菜也就没有顺利的炒完，但是后果远远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。起初嘛，我以为年轻人这个锅它长2天自己就长好了，结果之后的日子时不时的上个厕所就要漏点番茄酱，这个状况一直持续了1年多，不但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恶化了。在我毕业后来成都工作的第2年，终于已经发展到疼得连床都起不来只能辞职的程度。所以我不得不感叹，当医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是命中注定的，不但在心理上给你设防，并且在生理上的基因都给你锁好了。老公背着你偷偷在外面做零这种事情永远不会发生在星星的身上。由于那长达几年的疼痛给我造成的阴影过于严重哪怕过去10几年了，星星每每从后面抱我的时候，我都会下意识条件反射的把屁股跟他支开一段距离，绝不跟他挨在一起。星星哪怕现在他还是常常会暴露出他想篡位的野心。想当初某人追我的时候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零我才答应的，现在在一起这么久了又想整反攻这出，我只能说人是要有一点契约精神的。